Hello，大家好啊！好耐冇拍片啊，因為咧最近實在非常繁忙啊。而家咧我逢咧2、3、4咧都要喺香港調音學院嗰度咧教調音嘅課程，咁就變咗啲時間比較緊張啦。難得今日有時間可以抽到出嚟做個錄影咧，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翻我喺2016年嘅時候 X Japan Yusuke 咧嚟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遇到嘅事情。咁咧其實以前咧喺柏斯做嘢咧，周不時咧都會有一啲大型嘅 show 咧係需要去做調音嘅。做咗咁耐咧，就試過同甄子丹啊、郎朗咧合作過啦。嗰陣時鄧紫棋錄 MV 咧，咁需要一部琴啊。嗰陣時我都有去過做調音啦，亦都試過奧巴馬個細佬上嚟貨倉嗰度就試隻長江9尺 Grand。咁啊，嗰次都幾得意嘅，因為佢講係一個黑人上嚟，但係其實佢又冇講到係邊個嘅喎。佢上到嚟嘅時候，我咪當佢普通人咁去 serve 佢咯。我仲記得嗰陣時貨倉咧，啱啱撞正拜神啊，咁有啲燒肉啊、白切雞啊嗰啲嘢咧，可以分享俾佢食嘅。咁我跟住一齊又食下嘢咁啦。係到後嚟佢走咗啦，我問嗰個邊個嚟㗎？佢先同我講奧巴馬個細佬啦。奧巴馬個細佬。咁後尾我 check 翻，原來佢係玩音樂嘅，住喺深圳，咁咪上嚟試隻長江啦。咁其實唔講你唔知嘅，Yusuke 咧係長期客戶嚟嘅，因為佢係用卡哇伊噶嘛，咁柏斯琴行係代理卡哇伊噶嘛，咁所以佢喺香港咧係有個住所嘅，嗰度咧就有隻卡哇伊 Grand 咧，我哋嘅師傅咧耐唔耐咧都係要上去幫佢調音嘅。咁我好有幸地啦，亦都試過幾次上去佢屋企嗰度調音。當然啦，上到去係唔會見到佢喺度啦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Yusuke 喺2016年嘅時候其實係嚟過香港咧開一個演奏會嘅。其實早喺11月7日嘅時候咧，佢已經有個記者會咧喺灣仔嘅一個級嗰度咧舉行過嘅。咁當時咧就用到嗰隻玻璃琴 CR30，嗰部琴咧當日係我上去幫佢調音嘅。其實喺呢次演奏會之前咧，我對 Yusuke 唔係太認識嘅。我自己係82年出世嘅，喺我小學同中學呢個階段咧，其實 X Japan 係好 hit 嘅，hit 到全香港幾乎你玩親音樂係唔會，幾乎係冇人唔識佢咁滯嘅。而 X Japan 嘅音樂咧係影響到去美國啊，全世界，甚至影響到成個 band show 嘅文化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後生嘅，你唔認識佢嘅唔出奇嘅。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咧，你可以睇一睇佢以往嘅一啲資料啊，或者歷史咧，你就會發覺哇，原來 Yusuke 係一個超級努力嘅人。嗱，當年其實我唔係好認識佢啦，但係自從呢個演奏會之後咧，咁我都睇咗好多佢一啲嘅資料啦，同埋亦都睇咗佢喺香港上映嘅嗰個電影嘅，我先知道原來做人可以係咁努力嘅。咁啊，好簡單咁講一講佢嘅過去啦。咁佢細個小學嗰陣時咧，佢爸爸咧就已經喺屋企咧自殺身亡㗎啦。咁啊仲要係喺佢放學翻去嗰陣時見到佢阿爸上吊喎。咁其實呢件事係影響佢個心理係好大好大嘅。到佢中學嘅時候咧，佢媽媽就俾佢學打鼓啦，即係其實原本佢學緊彈琴嘅，可唔可以令到佢個情緒發泄更好？於是俾佢去學打鼓。然之後咧，佢上到中學啊、大學啦，咁咧就開始組自己嘅 band 啊。咁然之後就開始自己嘅演奏事業啦。嗱，呢啲詳細嘅資料咧，咁你可以自己去睇一睇。早喺2016年嘅11月7日咧，佢喺灣仔咧就有一個記者會。咁嗰日咧我就係第一次見到 Yusuke 啦。起初我因為唔係太認識佢啊，所以我見到個 poster 我第一眼認唔到佢嘅。我仲喺度望住個 poster， 咦？今次個表演者係個女士嚟嘅。係咯，佢長頭髮同埋佢啲照片都影得佢好女性化，我仲以為係一個女士嚟。咁我當日就照調音啦，冇諗啲乜嘢嘅。咁後尾又覺得怪啦，點解門口嗰度有啲 fans 咧咁即係着到啲衫咁噴嘅？咁噴文化其實有少少係 Yusuke 佢哋去帶動出嚟嘅。咁我見到有一堆人點解着到咁噴嘅？咁啊我都唔知嘅，我都依然唔知嘅，因為我又冇詳細睇到，我淨係擸一擸眼個 poster 啫嘛，又冇睇到係邊個嚟。咁做咩？咁我就喺度見到佢，做咩要同個玻璃琴影相咧？到真係Yusuke 入嚟啦，咁我先知原來係 X Japan Yusuke。咁當日記者會啦，咁有訪問啦，亦都有彈到幾首歌。然之後我就係坐喺前排嘅，咁就又影咗啲相啊咁樣啦，可以分享俾大家睇啦。嘅歡迎嚟，不過今次嘅嘗試玩少少。
到12月7號咧，就有一隊 orchestra 咧就上咗去柏斯嗰個 studio 嗰度啦，做一啲音樂會嘅彩排工作咯喎。我記得係連續2日嘅。呢個彩排咧同正式演出咧就唔係我負責調音嘅，因為咧始終 Yuski 係用卡哇伊鋼琴噶嘛，卡哇伊廠咧好隆重咁重視呢啲事情咧。佢基本上咧調音嗰個師傅咧就唔會揾香港人噶啦，所以咧當日咧就係揾翻我嘅師傅啦，竹田師傅去做調音嘅。我記得嗰晚嘅彩排其實都好似係彩排到都幾夜下嘅，差唔多10點嘅好似。嗱，如果呢啲資料啊有人係清楚嘅，麻煩你幫我喺留言嗰度更新翻去，因為我咁多年前嘅嘢我都唔係好記得啦。最有趣嘅咧就係 Yuski 咧喺完咗彩排之後咧。佢係有留低喺個 studio 嗰度咧，繼續去練習嘅，即係佢自己就話想同部鋼琴傾下偈，了解多啲部鋼琴，所以就再留到夜啲。去到12月28日啦，演出前嘅1日啦，我就跟住我嘅師傅咧，就去到機場博覽館嗰度咧。就做一啲嘅準備啦。大會其實都安排得幾好嘅，俾啲工作人員咧有啲免費嘅到會咧可以任食。咁我嘅工作都好輕鬆啦，其實一大朝早去到現場，然之後就跟住師傅咯。其實冇乜嘢做嘅我，因為調音啊嗰啲嘢係佢做噶嘛。咁我咪淨係喺度抹琴咯，彩排啊各樣嘢，咁一路 hea 到收工。去到12月29日正式演出嗰晚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演奏會係突然之間取消咗嘅。咁到底發生乜嘢事咧？當晚咧我都唔知道佢會突然之間取消嘅。我記得演奏會8點開始。喺7點半嗰陣時咧，我啲同事朋友，因為佢已經買咗飛啊嘛，佢突然之間打俾我話：喂，聽講個演奏會會取消喎。跟住我喺後台我都打咗個突，但我冇聽過，乜有啲咁嘅事咩？即係我哋都好緊張噶嘛，因為如果你演奏會取消，你好煩嘅。首先大家都知道第2日係成功又可以演出翻啦。咁但係喺呢個安排之前咧，你有好多嘢要知道清楚咗先。首先場地第2日係咪可以提供俾你啦？跟住嗰隊 orchestra 第2日係咪得閒啦？會唔會有人第2日係要有嘢做缺席㗎啦？咁另外鋼琴咧，鋼琴第2日有冇租咗俾人、借咗俾人咧？好彩啦，到最後呢啲嘢都安排到。當晚咧，我正式知道個時間係差唔多8點嘅時候，我先知佢取消嘅。我記得喺後台個走廊嗰度咧，突然之間好緊張咯嘅氣氛 ，Yuski 啊，跟住同埋一大班人咧圍埋咗喺度討論。喺度傾緊一啲嘢，即係決定咗一啲事之後咧，就一齊咧就去咗後台嗰度同嗰隊 orchestra 用英文交代咗成件事。咁因為我英文唔係好叻，咁所以如果有觀眾啦係喺現場嘅話咧，你可以更正翻我嘅。咁以我所知咧，就係話你搞演奏會，你有個臨時娛樂場所牌照。咁咧而主辦方其實唔係主辦方，協辦方啦，因為 X Japan 你唔係佢哋做主辦，係另外仲有個娛樂公司去幫佢做嘅。嗰間公司到最後一刻都申請唔到 ，Yuski 又唔想令咁多 fans 失望，佢就自己揞錢出嚟，係自己揞錢出嚟 book 咗第2日成個場，就當係一個私人派對去搞呢個活動。咁因為你係私人派對，係唔對外公開嘅，唔對外買門票嘅，所以你可以搞到呢一次活動，而唔需要呢個臨時娛樂牌照。然之後座位安排啦，其實個演奏會咧係有一半嘅座位係空嘅，為咗唔好浪費咁多嘅座位啦，而且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參與咧。當日咧係每個觀眾係可以帶多免費帶多一個朋友咧係一齊出席嘅。最後好幸運地，所有嘢都安排到嘅情況之下，個演奏會咧就順利演出咗啦。With you,
演奏會咧，其中一個曲目咧係《海闊天空》。其實點解會奏《海闊天空》咧？就係因為小弟我到底發生咩事咧？喺 studio 彩排嘅第一日，有一個Yuski 嘅同事，日本人嚟嘅，女性嘅。咁因為我唔知佢叫咩名，所以係啦，我唔知佢叫咩名啊，所以我唔知佢邊個。咁但係有類似啲 management 咁嘅人啦，走嚟問我喎，喺香港有邊一首童謠係每個香港人都識嘅？跟住我突然之間啊呆咗，我喺度諗香港嘅童謠，啊！咁多位觀眾，你而家即刻諗唔諗到啊？香港人一定識嘅童謠喎，童謠音樂啊！我當時梗係唔知啦。小小的宇宙呢首歌算唔算童謠啊？咁我又唔知啦。咁我諗下，咁我就答佢：香港冇童謠喎，冇呢啲童謠喎。但係每個香港人都識嘅一首歌就有嘅，就係 Beyond 嘅《海闊天空》。呢首歌每個香港人都識。咁於是我就話俾佢聽啦，《海闊天空》啦，呢首歌每個人都識㗎。跟住佢皺一皺眉頭啦，咦？海闊天空喎 ，Beyond 喎，咦？樂隊名嚟㗎喎，一牽涉到樂隊咧，就同版權有關啊，所以好緊張嘅呢件事。咁然之後佢走咗啦，跟住過咗一陣又走翻嚟喎，又問我第二次，香港有冇香港人一定識嘅童謠？又係同一個問題啦。我話冇，我答多佢一次，冇啊。跟住佢話有咩建議啊？海闊天空。跟住佢又走咗啦。最後喺台上面咧，Yuski 係演出咗《海闊天空》呢首歌，而且係感動全部香港人嘅。對於我能夠成功推動到佢呢一件事，其實我自己都幾開心。點解我會諗到海闊天空咧？其實我第一個唔係諗海闊天空㗎，我係諗獅子山下㗎。但係我諗 Yuski 彈獅子山下好似唔係好夾喎，因為始終佢係一個樂隊啊嘛。咁獅子山下都係每個人識，但係我最終嘅決定都係海闊天空咯，因為呢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，而且每個香港人都會好中意，所以我就決定推薦呢首歌俾佢彈奏啦。喺演奏會完結嘅時候咧，好幸運地啦，咁啊可以攞到 Yuski 嘅親筆簽名。可能會有人疑問啊，點解我冇同 Yuski 合照啊、影相嗰啲嘅咧？咁其實我哋同名人咧去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咧，你一去到其實全世界都好忙嘅。譬如 Yuski 咁啦，喺演奏中間休息時段咧，都會有一大班人圍住佢，咁啊不斷喺度傾活動嘅安排啊、細節啊、演出各樣嘢。咁咧其實 Yuski 已經好好㗎啦，可以喺好少嘅時間裏面咧，同佢嘅 fans 咧可以有啲合照啊各樣嘢。我哋工作人員咧，抱持一個專業態度咧，係盡量唔會咧騷擾到演出者，而走去同佢合照。尤其是佢好忙嘅時候，更加唔會。除咗 Yuski 呢個演奏會之外咧，咁之前咧同甄子丹啊佢哋合作咧，喺彩排未正式錄影之前咧，都發生過一啲好有趣嘅事。甄子丹咧用嗰部鋼琴咧，個連彈反應突然之間會棘住咗，好差喎。於是咧我就走埋部琴度，我話即係我同甄子丹喺度傾呢個問題，咁樣。佢跟住佢問我，要整幾耐啊？跟住我睇一睇，咦要拆開部琴攞個膽出嚟 set 嘢喎。快極都15分鐘啦，我咁同甄子丹講。跟住甄子丹15分鐘，好啦。跟住2秒之後個導演就話：喂，全世界開機，做嘢。跟住我同甄子丹就呆咗喺度咁樣互望啦。得做嘢，咁啊照彈咯，照用咯，冇辦法。其實嗰次咧都係冇同佢哋去影相嘅，因為真係太忙啦。
係咯，係阿郎朗臨走之前有一個機會咯，但係咧，因為我哋着住咗拍攝個制服，佢唔肯同我哋影相，咁都明嘅，因為始終你個名人，即係驚人哋會攞去嗰啲肖像啊，嗰樣嘢唔知做啲乜嘢。咁事實證明咧，之後真係有人咁樣去做，即係下次就知道啦。同郎朗影相，你千祈件衫咧唔好有公司名喺度啊，咁樣自己醒目啦。咁啊，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啦。今日嚟到呢度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